接着学习头发部分的制作，看一下成品。头发包括头皮和发条。头皮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起针，逆时针绕圈钩织，方法与头部开始部分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头皮完成后，沿着外圈钩织发条，最后与头部固定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头皮完成后的样子。接着钩织发条，先钩第一根，接着头皮的线继续钩织，先钩30针锁针。老二，从倒数第2个辫子开始，挑半针，钩织对应的针法。最后一针锁针位置钩完后，翻是翻面的意思，稍微拉大线圈，将织物逆时针翻转，挑上一排针目一一对应钩引拔针。注意反面时针目在左上方。这里引拔针不需要拉紧，如果手很紧，也可以稍微拉大线圈再钩织。最后一个针目位置钩完后，第一针锁针起顶，翻面，空出下方一个针目，挑第一排针目的后半针，也就是这样一根线，和之前引拔针辫子的上方半针。一一对应钩短针。最后一个入针位置，如果分不清楚，也可以挑大概1到2根线钩织。完成后，在头皮最后一圈引拔的入针位置，钩一针引拔针，可以稍微拉紧，这样第一根发条就完成了。可以和头部比对一下，头皮中心与头部中心对应。发条尖端大约到头部倒数第6圈上方。如果相差较大，需要调整手松紧，重新钩织，以免影响美观。继续钩第2根，表格中的2-3表示第2根到第3根都是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。先钩31针锁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对应的针法。
完成后翻面，挑针目一一对应勾引拔针。完成后，第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空一针，挑这样2根线，对应钩短针。最后一针挑大概位置钩织几个，然后在头皮最后一圈相邻短针针目上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第2根发条就钩好了。后面的第3到9根发条钩法与前2根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接着钩第10根，对照图纸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返回钩织对应的针法。最后一针短针钩完后，在头皮相邻针目引拔，稍微拉紧，第10根发条完成。后面的发条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注意第15根发条结为引拔针，钩在第14根发条引拔的同一位置，不要钩错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发条全部完成后的像样。全部完成后，钩尾针锁针固定，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，拉紧，将线头顺着头皮纹理清晰的正面收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剪断多余线头，将反面翻到外侧，这样头发就完成了。下面将头发固定在头部上方，注意反面朝上，较短的发条正对着面部，头皮的中心位置与头部起针中心对应，用珠针将它们固定一下。面部2侧的这根长发条放在耳朵前方，其余长发条全部放在后方整理好。
上方位置可以稍微有一点重叠。发条之间尽量不要露出头部。短发条从中间向两侧理好，露出额饰。每侧有4根短发条。发条尽量排列整齐。发尾部分可以稍微有一点重叠。具体发型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。不要露出头部。确定好位置，将发条与头部粘贴起来。在头皮以及每个发条正面涂抹胶水。将它们粘牢，按压牢固。发条的发尾可以不固定，让它们自然卷曲。耳朵两侧的发条固定时注意，一定不要露出头部，耳朵卡在中间就可以。发条的尾部也可以形成卷发，固定一下。同样也可以自然卷曲，具体大家根据喜好调整即可。这个就是头发的固定方法。大家将剩余的头发全部固定完成，这样头发的固定就讲究完了，助阵取下。接着学习翅膀，看一下成品。翅膀分左右2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起针，逆时针绕圈钩织，完成后缝合在身体对应位置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织左翅膀，起针之前注意预留20厘米线头。第一圈钩法与头部第一圈相同，
完成后钩第二圈，先钩一针短针，一针短针加针，和一针短针，然后对应钩3针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，最后在开始的短针上引拔结束，不拉紧。第二圈完成，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最后钩第3圈，先钩4针锁针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挑半针钩3针短针，下方引拔针入针位置，左侧针目上引拔，拉紧。接着返回在之前钩织的3针短针上，挑后半针对应钩引拔针，不拉紧。继续钩2针锁针，在倒数第2针上钩一针短针，挑引拔针的后半针对应钩3针短针，也就是挑起这样一根线钩织。继续在左侧针目上引拔，拉紧。接着返回，在之前钩织的短针后半针上对应钩4针引拔针，2针锁针，在倒数第2针上钩一针短针，继续在引拔针上挑后半针钩4针短针，最后在针目上引拔，不拉紧，打打线圈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收针，穿入缝针，从左侧辫子下方穿过，再穿回线头所在的辫子，穿到反面，调整一下，这样收针表面看不出接缝痕迹，线头在反面顺着纹理收好。这样左翅膀就完成了。
接着勾右翅膀，前2圈的勾法与左翅膀前2圈相同，注意起针之前预留线头。接着勾第3圈，先勾6针锁针。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对应勾5针短针。在下方引拔入针位置，左侧针目上引拔，拉紧，然后返回调短针后半针，对应勾4针引拔针。不拉紧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调引拔针的辫子后半针，对应勾4针短针。左侧针目上引拔，拉紧，继续在短针后半针上对应勾3针引拔针。一针锁针起立，调引拔针后半针，对应勾3针短针。左侧针目引拔，不拉紧，最后断线收针。线头在反面收好几个，这样右翅膀就完成了。下面缝合翅膀，翅膀正面朝外，放在身体背面，第5到6圈中间缝隙处。2个翅膀居中对称，中间间隔大约1.5厘米，可以用珠针固定一下。确认好位置，缝合一侧翅膀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调第2圈引拔针位置，缝几针固定。注意线要拉紧，让翅膀挺立。
固定牢固后，线头收好即可。另一个翅膀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缝合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翅膀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花边，先取出白色雪纱带，剪13厘米左右，两端烧一下边，小样长度随机。取一段钩织翅膀的线，小样颜色随机，抽取一股穿入缝针。线尾打结，挑雪纱带边缘，间隔0.5厘米间距穿线。完成后，取出一个手臂，套在收口位置周围，将手臂鼓起的一面朝上，右手臂将花边接缝处放在引拔痕迹，对应的另一侧。调整好花边的长度，与开始位置缝2针固定。花边调整均匀，与手臂最后一圈收口位置下方缝合固定。完成后，打结藏线。这样，右臂的花边就做好了。
左手臂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花边。注意花边的接缝处放在引拔痕迹位置。同样，将花边调整均匀，缝合固定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，手臂位置的花边就做好了。接着制作身体位置的花边，取出另一种颜色的雪纱带，像样颜色随机，两端稍一下边，按照手臂花边的方法穿线。完成后，套在身体反短针这一圈下方，首尾相接。花边调整均匀，挑反短针下方缝合固定。注意花边不要扭起来。花边调整均匀，缝一圈固定。想象这里间距较大，实际缝合时可以缝得更密一些。一圈缝完后，将线头收好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花边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进行主体组装，先组装手臂，取出右臂，手臂有凸起的这一面朝上，花边接缝痕迹朝里。将手臂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放在身体右侧，定心条穿入身体侧边第3到4圈之间。这里如果缝隙较小，可以先用缝针拓宽一下，再插入。调整手臂，使凸起的这一面在起针上方。弯折，在收口处与身体固定。注意拉紧。
固定完成后，手臂仍能稍微旋转。定心条不要露出来。最后将线头打结收好即可。稍微弯折。左手臂按照同样的方法对称组装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组装头部，将身体开始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头部起针处与身体引拔位置对应，身体上方开口与头部大概倒数第4圈对应。可以用珠针固定一下位置，主体呈趴伏姿态，头部翘起。这里面部的朝向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。两侧都可以，想按这里朝向随机。注意耳朵位置，大概正好与身体前面居中对应。下面调身体起针处与头部缝合固定。这里可能不太好缝，需要耐心一些。先将两侧位置固定一下。还剩一段距离时，按照需要进行填充。固定牢固后，将线头收好即可。这样头部就组装好了。主体组装也完成了。下面学习枕头，看一下成品。枕头分为上方织片、下方织片和夹层织片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上下方织片还需要钩边，最后缝合填充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织上方织片，首先锁针起针，这里我已经提前起好了。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对应钩短针。
完成后第一排完成，我们将第一排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也就是线头在左侧时这一面。接着钩第二排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，注意反面时针目在左上方。完成后，第二排完成，后面的排数钩法与第二排相同，最后一排在反面结束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数排数时，按照一排正面纹理、一排反面纹理数排数即可。完成后进行钩边，这里文员小样也是：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面挑针目对应钩短针。钩到结尾剩余一针时，先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4针锁针。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对应钩一针短针，一针中长针和一针引拔针，不拉紧。我们将锁针及之后的针法当做一个角，下方短针的入针位置再钩一针短针。下面看一下，侧边排与排之间有这样的洞眼，挑洞眼对应钩短针。最后一个洞眼钩完后，到了起针位置，在第1针锁针上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一个角，下方同一位置再钩一针短针。接着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一一对应钩短针，线头一起收一下。在最后一个锁针处钩一针短针，一个角，和一针短针，然后继续挑侧边洞眼对应钩短针。开始短针的入针位置也钩一针短针，再钩一个角，最后引拔结束。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。线头在反面收好即可。这样上方织片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织下方织片，前面的排数与上方织片对应位置相同，钩边位置钩法也与上方织片钩边钩法类似，只是拐角处同一位置钩织的2针短针之间，不需要钩织角，直接对应钩短针加针即可。
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表格将其完成。最后预留大约90厘米线头断线，这样下方织片的钩织就将接完了。夹层织片钩法与上方织片开始类似，只是针数与排数不同，最后不需要钩边。完成后可以与纽扣电池盒比对一下，应比电池盒大。小样这里线较粗，织物较大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结尾预留40厘米线头断线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小样夹层织片完成后的样子。最后进行缝合填充，先将下方织片反面朝上，也就是钩边纹理模糊的一面朝上。夹层织片反面朝上，线头传入缝针，最后一排与下方织片短边对应，放在左上角位置。边缘与钩边的入针位置对应。先将夹层织片与下方织片缝合固定，挑侧边与下方织片钩边入针位置定缝。到了起针处，挑起针与下方织片定缝。侧边继续对应缝合。最后一排位置不缝合，完成后将线头打结收好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将上下织片正面朝外对齐整理好，上方织片在上方，夹层织片在中间，将下方织片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。先缝合长边一侧，挑上下方织片对应的针目卷针缝合，角放在外侧不缝合。完成后，到了短边位置，继续挑针目卷针缝合。
角的位置始终留在外侧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缝。这一条长边缝完后，在上下织片中间进行填充，填充要饱满均匀。确认合适后，继续缝合短边。先缝合上下织片，遇到夹层织片，挑夹层织片最后一排针目与上方织片钩边入针位置定缝。缝完后，在上下织片位置再缝一针固定。线头顺着纹理收好即可。这样枕头就缝合好了。最后将枕头上方织片朝上，放在头部下方。枕头开口位置朝向头部后方。手臂弯直撑起，调整到合适位置后，将这一耳朵正面与枕头粘贴固定。具体粘贴位置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即可。这样枕头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帽子，看一下成品。帽子分为帽子主体、大小叶子、花苞、小铃兰、大铃兰和组装这几部分。先学习帽子主体，采用锁针环形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线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帽子主体起针即第一圈，钩法与身体对应位置类似，注意起针之前预留30厘米线头，起针完成后不加不减钩织。这里钩的时候可以稍微松一些，钩一小段，取出定心条，对折，在织物里穿一下。定心条最好能轻松穿过。后面的圈数继续对照表格逆时针绕圈钩织，注意不要随意调整加减针位置。
末尾不加不减钩织时，注意边钩边与头部比对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手松紧。保证帽子能刚好戴上。当前颜色对应的圈数钩完后，断线，然后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在引拔入针位置重新接线钩织即可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一圈钩完后不引拔，拉大线圈，预留10厘米线头收针。线头顺着正面的纹理收好。然后将新线部分向上翻折，整理好，这样帽子主体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大小叶子，大叶子1片，小叶子3片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织过程中加入细铁丝。这里我以大叶子为例演示一下钩织方法。先起针，这里我已经提前切好了，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对照图纸钩织对应的针法。钩织前取出细铁丝，一起包裹进去。勾到剩余1针锁针，在锁针上钩一针引拔针，不拉紧，2针锁针，同一位置钩一针引拔针，继续在起针的另一侧钩织对应的针法。完成后引拔结束。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。整理织片，细铁丝预留3厘米左右剪断，拧一下，这样大叶子就完成了。小叶子钩法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这样大小叶子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花苞，看一下成品。花苞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起针，逆时针绕圈钩织，钩织过程中需要填充，最后加入细铁丝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
花苞的钩法与头部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注意边钩边加入一点填充物，纹理清晰的正面在外。这里小样已经提前钩好了。最后一圈完成后，预留15厘米线头断线。接着剪一段10厘米左右的细铁丝，对折。取出钩织大叶子的线，在对折的部分打一个结。稍微大一些。铁丝拧一下，塞入花苞收口处。短线头可以一起塞到里面。然后用花苞的线收口。拉紧，线头收好。然后在铁丝上涂抹一点胶水，用接着线缠绕1.5厘米左右。然后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，打一个结。这样花苞就做好了。下面学习小铃兰，来看成品。小铃兰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起针，逆时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加入细铁丝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单环起针，然后在起针的线圈中钩6针短针，这里我已经提前钩好了。完成后，剪一段15厘米的细铁丝对折，按照花苞加入铁丝的方法打结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接着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收紧之前，将铁丝对折的一端穿入起针中心，注意从正面穿入。拉紧，最后引拔结束。第一圈完成。用新接的线在铁丝上缠绕2厘米。
接近的线头可以一起缠进去。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，打结。这样铁丝就加入完成了。后面的第2到7圈钩法与头部类似，大家对着图纸将其完成。下面我演示一下最后一圈的钩织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在下方引拔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，2针锁针和1针短针，左侧针目上钩一针引拔针，一组针法完成，继续钩完剩余的5组。全部完成后，在开始的短针上引拔结束，断线。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收好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整理好织物形状，这样小铃兰就钩好了。接着学习大铃兰，来看成品。大铃兰采用锁针换新起针的方法起针，沿着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是 FV 长针加针和锁针2针的钩压拉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前面的钩法大家对照表格钩织即可，注意纹理清晰的正面朝外。边钩边与空心球比对一下，想让这里针数与圈数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。织物刚好包裹住空心球即可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最后一圈的钩法。先钩1针短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上钩1针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针目钩2针长针。长针加针完成，继续在左侧针目上钩1针长针加针。下面钩1针锁针2针的钩压拉针，先钩2针锁针，挑下方长针的前半针和下方一根线，钩1针引拔针，锁针2针的钩压拉针完成，继续钩2针长针加针。1针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，一组针法完成，继续钩完剩余的几组。
全部攻完后，引拔结束。断线。线头顺着反面收好，起针的线头同样顺着织物反面收好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大铃兰就讲解完了。最后进行帽子组装，先取出大铃兰，放在帽子起针处，用预留的线头挑2个织物的起针处，卷针缝合起来。铃兰有引拔痕迹的，可以放在下方。帽子起针处朝向下方引拔痕迹位置。尽量拉紧，固定牢固即可。最后将线头收好。大家将其完成。缝合好后可以穿一下，缝合处不要缝在一起。接着取出灯串，将灯串从帽子底部穿到起针处。这里织物较细，可能不太好穿，可以借用缝针辅助。用线绑住灯串顶部，在织物中镀针。取下固定线，这样灯串就穿好了。接着取出空心球，小样空心球大小随机，扣好，扣眼位置对应，在扣眼旁边接缝处戳一个小洞。空心球稍微分开一点，将缝合针尾部包裹一下，在火焰上炙烤，然后戳出小洞。注意不要烫到手。空心球就处理好了。
然后取出剩余定心条，穿过空心球的扣眼，对折，末端大致对齐，拧在一起。末端尽量拧紧。从帽子起针处穿入，这里可能不太好穿，注意耐心一些，不要带到灯串。完成后整理好，将定心条随着帽子形状自然弯折，结尾多余的定心条稍微弯一下，放在里面，将帽子戴好。电池盒从头部后方塞入枕头开口处，整理好灯串，这样确定好灯串预留的长度。将多余的灯串放入空心球内，灯串正好卡在灯眼处。盖好空心球，将空心球塞入大铃兰内部，如果想要更加牢固，也可以塞入之前在大铃兰内部涂抹胶水固定。帽子织物自然舒展，不要皱缩。将下方多余的定心条重新整理一下，沿着帽子里面的轮廓螺旋弯折，弯折到帽子的一半就可以了。定心条如果有多余，可以剪断多余部分。接着组装剩余部分，看一下成品。大叶子安装在下方螺旋位置，朝向枕头位置。小叶子在帽子这一部分随机分散分布。花苞安装在最上方一片小叶子位置，小铃兰安装在
这个小叶子对称了另一侧。最后在帽子上随机粘贴大小2种斑珠。具体位置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喜好确定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组装方法。先将大叶子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大铃兰朝向帽子引拔痕迹一侧，细铁丝稍微弯折，穿入对应位置。铁丝尽量贴合织物，正面朝上缝几针固定一下。固定牢固即可，然后将线头打结收好。注意缝合完成后，帽子织物依然保持原来的轮廓。小叶子、花苞和小铃兰按照同样的方法固定在对应位置。注意这一位置比较细，可能不太好缝，大家注意耐心一些。斑珠的粘贴比较简单，大家将其完成即可。最后剪一段钩织叶子的线穿入缝针，将里面的定心条与帽子缝几针固定。注意正面缝合痕迹尽量小一些。完成后，将线头打结收好即可。最后，在帽子里面边缘涂抹胶水，戴在头部。装好电池盒，调整好位置，帽子引拔痕迹朝向耳朵位置，花朵自然向身体方向弯折，调整好弧度。可以开灯试一下。这样组装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整个小夜灯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购置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素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